紫妍娇小的身躯已经容不下体内充盈的斗气，为了帮助紫妍突破，萧炎带着美杜莎和紫妍一起前往魔兽山脉，希望在这里寻找一个灵气充盈的地方，借机突破。深入魔兽山脉之后，三人来到了一处古怪的山谷。事实上，这个地方乃是萧炎和小医仙的斗留之处。小医仙怀有非常罕见的恶男毒体，毒体发作之后，萧炎曾在这里照顾小医仙。看着眼前熟悉的茅草屋，萧炎的心中充满了感慨。目光盯着那茅草屋，萧炎眼中略有些虚息，轻叹了一声。几年之前在此处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，然而那一身白裙的女孩却是已经不见踪影。萧炎准备推门进入的时候，美杜莎一把抓住萧炎。美杜莎告诉萧炎，门上涂有剧毒，一旦触碰就会剧毒入体，到时候会变得非常麻烦。闻言，萧炎脸色也是一变，急忙后退，目光惊异地四处扫动，眼中却是越加阴沉。看来真如他所料，这些年中，这个山谷或许已经换了主人了。美杜莎微垂眼眸，修长的玉指处七彩能量缓缓窜动，做着随时应对着各种变故的准备。萧炎冷笑一声，阁下若是再不现身，我现在就将这山谷毁掉。原来萧炎已经感知到附近有人，好狂妄的口气，毁了此处，今日你三人就要永远葬身山谷。天空之上传来了回应。美杜莎的速度很快，冲上去就和这个神秘的紫袍女子打了起来。美杜莎眸中寒光涌现，身形一动，便是陡然出现在半空上，玉手一握，七彩色的能量蛇箭凝现而出，脚尖一点，便是化为一道细线，直射黑影人。美杜莎的实力在先前略一接触时，那神秘黑影人便是略有所感，可他却依然没有丝毫的退去，目光漠然地望着前者闪掠而来的身形，袖袍猛然一动，一对异常苍白可却略显修长的手掌出现，掌心中灰色烟雾急速翻滚，最后迅速凝缩，眨眼时间，深灰色便是转为灰紫之色，一股异样的腥味自其中散发而出。灰紫雾团涌现，黑影人屈指一弹，雾团便是悄无声息地对着美杜莎暴掠而出。刺鼻的腥味从雾团中扩散而出，美杜莎轻轻吸进一丝，面色便是微微一变，手中印结一变，七彩能量在面前急速凝结，最后直接是被其化为一条足有7、8丈庞大的七彩能量巨蛇。巨蛇巨嘴一张，便是直接将那团灰紫毒雾吞进嘴中。灰紫毒雾一被吞噬，便是瞬间爆发开来，而在双方的侵蚀下，片刻后与那能量巨蛇同时的湮灭。好烈的毒，狭长的眸子微眯，美杜莎那冷艳的俏脸上也是缓缓露出一抹凝重。使毒的人，他并未没有遇见过，可能够将毒使用的如此出类拔萃的人，则是他平生第一次遇见。心头一动，一层七彩能量膜缓缓自美杜莎体内渗透而出，最后将身体尽数包裹，旋即身形一闪，再次出现时，便是直接出现在了山壁之上，一声冷笑，手中蛇剑带起凌厉劲风，直射黑影喉咙。面对着美杜莎的狂猛进攻，那黑影也是一动，步伐诡异的一阵轻踏，却是刚好将美杜莎的那件事闪避开去。而在闪避之时，他手掌一握，那灰色雾气便是在掌心凝聚，最后化成一柄灰色长剑，长剑之上透着一抹淡淡腥味，显然这上面也是有着剧毒。枪，双剑闪电交错，人影模糊飞掠，那山壁之上碎石横飞，火花爆射间，一道道细小的裂缝迅速从山壁上蔓延开来。然而或许是因为忌惮黑影人剧毒的缘故，美杜莎在施展了绝大部分实力下，居然依然是难以将此人拿下，而且看那局势，甚至还有着僵持的趋势。此人究竟是谁？居然能够与美杜莎打得难分上下。望着山壁之上闪掠的两道人影，萧炎眼中也是逐渐涌现一抹凝重。要知道，美杜莎的实力，即便是当初的云山都要差之一线，没想到这神秘黑影居然能够与之相抗衡。实际上，这个神秘的女子就是小医仙，只是如今的身份发生了改变，因为她已经变成了毒宗宗主天毒女。
由于萧炎改变了容貌，小医仙并未立刻认出萧炎的身份。一番打斗之后，美杜莎和天毒女打得不相上下，就连强悍的美杜莎女王也没有讨到半分好处。美杜莎警告萧炎，此人擅长使毒，随便一出手就是一团紫色的毒物，即便微微吸入一小口，强烈的剧毒也让美杜莎感到不适。打斗过程中，美杜莎让萧炎千万不要凑上来帮忙。随着毒物扩散，一旁看戏的紫妍也不小心吸了几口。紫妍用手抚着额头，脑袋出现了眩晕的感觉。与此同时，美杜莎和天毒女的打斗还在继续，两人的实力相差不大，一番较量之后也没有分出高低。没想到萧炎主动上前自报家门，在下萧炎，此地乃是当年自己与一位好友所寻找到。听到萧炎两个字，天毒女竟直望着萧炎的面孔，片刻后眼睛缓缓闭上，身体竟然缓缓向后退去。离去之时，天毒女竟然朝着萧炎扔出一个玉瓶。她告知萧炎，美杜莎和你的实力都很强，或许不会惧怕毒物，可下面的小女孩却需要解药，如若不然，紫妍这次恐怕性命不保。紫妍虽然脸色紫红，可似乎神识依然清晰，见到两人回来，也是赶忙迎了上来，但听其呼吸明显比以往粗重了许多。抓住紫妍的手臂，萧炎一丝斗气探进其体内，寻了一圈，却是没有找到丝毫毒气的痕迹。当下面色微沉，没想到自己炼制的那解毒丹竟然对这毒气没有多少效果。怎么样？见到萧炎的举动，美杜莎忙问道。找不到不对劲的地方，看来那毒气隐藏得极深，就是不知道毒性如何。萧炎摇了摇头道，那家伙一身毒性，连我都有些忌惮，更何况紫妍。现在怎么办？美杜莎面色难看的道。萧炎略一迟疑，手掌一翻，先前那被小医仙抛过来的玉瓶便是出现在其手中。而见状，一旁的美杜莎却是眉头紧皱道，你想要用他给予的东西？谁知道这种诡异之人是否给的真是解药？万一出了意外，害了紫妍，谁来负责？瞧着他这般护犊模样，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他倒没想到前者对紫妍已经爱护成这般模样，当下只得道，虽然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，可我相信他不会骗我，而且若是不使用这个，你还有其他办法。中毒之事可拖延不得。闻言，美杜莎也是一阵迟疑，片刻后只得点了点头，毕竟如今这事倒也并无其他办法。若是解药有问题，不管他是什么人，我都会取他性命。瞧着萧炎从玉瓶中倒出一枚赤红丹药，美杜莎依旧有些不太放心的冷声道。无奈的点了点头，萧炎将丹药塞进紫妍嘴中，后者也是乖乖的将之吞进肚中。不过似乎这丹药味道不怎么样，因此让得他小脸都是皱了起来。丹药虽然难吃，但明显效果不错，这才刚入体，紫妍小脸上的紫红颜色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而下，仅仅片刻便是彻底消失。见到这一幕，萧炎与美杜莎皆是松了一口气，前者抹了把冷汗，微微苦笑，没想到以自己的炼药术水平，竟然被小医仙随便一点毒气便是搞得没有半点办法。虽说各自经验不同，可不管怎样，毒药与丹药是有些相通之处，所以萧炎自然是有些无奈。真不知道这些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，不仅实力猛涨到连美杜莎都不得不郑重对待的地步，而且这毒术也是变得如此诡异莫测，心中轻叹一声，这么多年过去，没想到曾经的小医仙竟有如此翻天覆地般的变化，与自己记忆里面的俏皮可爱的女孩大相径庭，真是令人心疼。好了，本期就聊到这里，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你也对《斗破苍穹》动画感兴趣的话，请点击关注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